大家好，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我是 Ri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2年8月5号周五晚上的7点45分。好久没有作妖的非农，今天是把市场吓得一哆嗦。在出人意料的非农数据公布之后，指数盘中走的是惊心动魄，纳指100盘中最多下跌 1.7%， 标普盘中最多也下跌将近 1%。 好在今天的尾盘是强势拉升，收复大部分的跌幅。道指这边还由跌转涨，依旧表现强劲。尽管今天咱们说标普和纳指的日线收跌，但是在周线上咱们能看到，其实已经实现了3周的连续上涨纳指已经实现了3周3连涨，这是4月以来的最长连涨记录。另外，美国的2年期和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的倒挂呢，现在已经扩大到了45个基点，是2000年8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原本以为不会掀起波澜的非农，今天是大大超过预期，把简单的问题又搞得复杂化了，把美联储又架在了火上烤，又为咱们股市的短期多空增添了更多的变数。咱们详细来看一下非农数据带来的影响包括还有一个话题是6、7、8 3个月的 QT 缩表，有朋友认为是美联储在偷偷的放水，资产负债表不缩反增。今天我一次性讲清楚美联储到底有没有耍花招，这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什么时候才应该关注 QT 对股市带来的影响。好，咱们首先看一下非农数据。今天的非农数据简直是太出人意料了，大增 52.8 万人，创下了2月份以来的新高，增幅远超预期的25万人和前值的 37.2 万人。美国7月的失业率也下降到了 3.5%， 比预期的 3.6% 还低了 0.1 个百分点。整个的非农数据看上去不错，主要是由于休闲和酒店还有专业商业服务、医疗保健行业的岗位增长非常的快。现在的非农的整个的就业总人数还有失业率已经是回到了2020年2月疫情前的水平。在数据公布之后，咱们看到2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是上涨了17个基点，到了 3.23%， 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了14个基点，到 2.84%。 美元指数今天也上涨接近 0.8%， 到了 106.54 附近。市场呢，现在不得不重新评估美联储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强劲的这个反应，所以我们看到在掉期期货的利率上也出现了一个这个逆转。昨天的时候，在9月份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只有 40.5% 左右，到了今天非农数据公布之后，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跑到了 70.5%， 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只有 29.5%， 75个基点已经反超25个基点。那么根据富国银行的分析师表示说呢，目前美联储有可能在9月的会议上至少加息50个基点。如果7月和8月2份通胀报告显示整个的通胀没有如大家预期中下降的那么快，美联储很有可能会考虑在9月加息75个基点。其实目前整个的经济数据传递出来的这个信息是喜忧参半，而且非常混乱的。今天的这份火热的非农就业数据似乎和之前的其他数据并不相符，包括连续2个季度的 GDP 的衰退，已经是把投资者搞得一团糟了。关于这个 GDP 衰退还有企业盈利能力的事儿之前其实我在节目里边多次讲过，大家一定要把短期的 GDP 的负增长和美股企业的长期盈利能力分开来对待。短期的 GDP 的负增长只是不代表着长期的企业的 EPS 为负增长，也不代表着估值无法得到提升，也并不代表着市场一定会下跌。只有持续时间足够长的 GDP 的衰退，才会带来企业盈利的长期衰退，才会大概率带来股市的持续的下跌。好，咱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非农里其他的一些数据其实我们还看到一个关于裁员的数据，先和大家看一下根据全球招聘公司 CGC 周四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7月份美国公司宣布裁员的人数是下降 20.6% 到 25,810 人裁员的人数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多。今年裁员主要集中在汽车、科技、金融领域。
半导体这边呢是阻碍了汽车行业的生产，而科技和金融行业的裁员就是反映了利率上升导致的需求降温。不过现在整体的裁员幅度还没有2001年还有2008年经济衰退的时候那么的多。尽管这个裁员数据现在还不多，但他们未来可能会上升，只不过现在还没有在劳动力市场上感受到而已。所以这里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咱们时时还是来跟踪一下关于美国市场的这个裁员的这个情况。另外最后呢，我们还来看一下，还有一个是工资增长的这个力度也是非常的令人吃惊的。我们看到美国7月份的每小时工资的年率居然是 5.2%， 高于预期的 4.9%。 这种工资、物价、通胀螺旋式上涨，说明通胀现在还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唯一我们说可能会扭转这种局面的，就是下周公布的 CPI 的数据是不是会远远低于预期呢？在8月10号公布的 CPI 的数据，目前的预期是 8.9%， 低于6月份的 9.1%。 所以现在整体的这个非农数据一出局面就变得非常的尴尬了。因为美联储最近他有想给这个强烈的加息预期降温的企图，他现在呢一直在做预期管理，希望是先紧后松，又想保经济的软着陆。而且我们说市场之前其实一直都在压住美联储降息明年降息，但是我们说只有更低的通胀才能减少美联储大力加息的预期，对股市和经济才是一个利多的表现。只要加息的预期继续提升，美联储转鸽的可能性就会降低，股市承压的概率就会更大。那么这份强劲的非农让美联储不得不考虑物价还有工资螺旋式上涨的可能性，也就是咱们担心的陷入滞胀的可能性就是停滞通胀不是智力障碍。这个呢比经济衰退其实要更加的糟糕，因为美联储我们说它太软了，通胀下不去，工资涨幅下不去，那么整个的陷入滞胀的概率就非常的高。如果美联储太硬了吧，你不管别的下不下得去，那经济肯定是就真的给下去了好吧，关于美联储别的我就不想多说了，只能祝美联储 BBQ 快乐吧。好，这是7月的整个的非农数据。另外我今天想说一下关于 QT 缩表的事情。最近的这个市场其实一直是没有集中炒作关于美联储的从6月开始的 QT 和缩表，但是从9月开始或许会发力。因为从9月份开始，美联储的国债还有 MBS 的上限提高到了600亿和350亿，这意味着资产负债表的缩减的速度和6、7、8、3个月相比即将翻番。那么根据鲍威尔的建议，整个的 QT 会持续2年到 2.5 年，这意味着美联储目前9万亿附近的资产负债表会缩减到 2.5 万亿美金附近。但是关于这个缩表的情况呢，最近呢实际上是有一些怀疑论的认为在美联储6、7、8、3个月没有缩减，反而在偷偷摸摸的增加债券持有的规模。我给大家展示了这张图呢，其实就是美国的 MBS 的目前持有的这个从6月份到现在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其实它这个位置是在不断抬高的，对吧？它的底部并没有逐渐的降低。所以呢，大家当对比了美联储的关于持有的债券规模之后，就会想，那美联储不是说好的6、7、8要缩表吗？怎么缩着缩着越来越多了呢？这里边是不是美联储在里边偷偷摸摸的，其实嘴巴上说缩表，其实还是在放水呢？导致我们的股市现在又开始涨，对吧？市场的资金又开始泛滥。好，这个怀疑论呢，我直接跟大家先说结论其实这个怀疑我们有理由，但它的结论是不正确的。其实美联储并没有偷偷摸摸的在放水我解释一下原因。其实我们看这张图表能看到，它这个整体的缩表就是债券持有的曲线，它不是那种平滑的曲线，大家看到没有？它是那种锯齿状的曲线。好，这种锯齿状的
这个曲线呢，其实它最大的问题，比如说一会儿升一会儿降，而且在总体过去的3个月总体是在上升，对吧？明明在升没有降，为什么呢？其实这是会计结算的结果，是故意为之的。好，这里边有一个这个逻辑是这样的，首先 MBS 的购买结算的时间和 MBS 持有人收到付款之间是存在时间差的。其次，由于美联储是 MBS 市场上最大的单一投资者，它是最大的玩家，最大的庄家，如果它的实时买卖采用即时显示的方式，就会变成明牌喊单，它会干扰市场的运作。毕竟债券投资是整个金融市场不可或缺的重大组成部分，包括大家其实在贵金属市场比如什么黄金市场还有期货市场，你都能看到这种延迟发布的统计结果。其实它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对正常的市场运作产生干扰。所以呢，美联储也是通过推迟结算 MBS 来尽量减少潜在的干扰。通常这个时间有多慢呢？一般来讲，它都会有3个月的时间来解决结算的问题，意味着我们现在看到的持有量是3个月前的持有量，所以6月 QT 缩减开始的时候，要到9月份才能够看出来。而且 MBS 部分的缩减，由于到期赎回的额度的抵扣问题，要从8月份才会开始明显的下降。这部分的影响很有可能有3个月的延迟，要到11月的图表上才能看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看到最近 QT 不降反升的最大原因，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滞后的数据。这个图表就是为了减少对于市场的干扰，是一个故意滞后的结果。所以总体上来讲，其实现在的 QT 是一直都在按照计划来进行的，没有阴谋论，也没有偷偷的放水。我们现在不应该去担心美联储放水，而应该担心通胀如果没有按照预期中下降，美联储会加速 QT 突破现在的上限，加快出售债券，加快收紧政策。这一块的风险，我认为市场是没有计价的，确切的讲，很难被计价。因为经常有很多朋友会问我说 QT 造成的影响到底对于股市有多大？说实话缩表 2.5 万亿到底会造成多大的影响？根据市场的分析，大家的看法，有的说相当于加息 0.5%， 有的说相当于额外加息 1%。 那美联储自己知不知道呢？答案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因为历史上虽然有过缩表，但是像这么快的缩表从来都没有过。我们说股票市场可以通过加息，对吧？为加息多少去建模，计算估值，因为它的变量比较少。但是如果你为缩表去建模，那这个变量就太多了，你是很难处理的。所以缩表对于市场造成多大的影响，到目前为止我也并不清楚，我也只能边走边看。但是大家要注意，市场很有可能即将炒作缩表的风向，我们要看看风往哪边带，它对市场的短期绝对会产生一定的心理上的影响。但是长期的影响，这里提醒大家，你一定要记得，你要把握个股的核心的内在价值，还要遵循你自己证明你已经成功的投资体系，别被这些短期的信号给带偏了。好，这个呢是关于这个 QT 的事情和大家说一下。最后呢，想抓紧时间来讲讲关于特斯拉。昨天的特斯拉的股东大会投票通过了拆股的1拆3的这个方案，这是最近2年特斯拉的第2次拆股。另外呢，还有一个有趣的事这个就是针对法院说，这个如果强制要求这个收购推特，马斯克会不会辞去特斯拉的 CEO 的职务的时候，马斯克很这个智慧很开玩笑的说道，即便是我被外星人绑架了或者回到了我的母星球，特斯拉仍然会做得很好。不过呢，特斯拉的股价很显然并没有受到拆股消息的刺激，反而呢，今天是下跌了 6.63%。它整个的表现今天可以看起来是一个低开低走。其他的大权重其实今天都是微跌，他们都准备安心过周末了结果特斯拉独自是把纳指砸了个大坑。你要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出了什么大事呢，其实特斯拉也没什么大事，
拆股本身不对股票的基本面产生任何的利好性的帮助，只会对交易的流动性产生一些利好的帮助。特斯拉的基本面我还是维持原来最早前几天我们说在讲特斯拉财报时的看法。如果现在我们假设不提前2年交易，正常的合理的价格去估算，它应该是在400到600是非常合理的价格。这是我们说没有热度，你把它当成一只普通股票来看待，它应该多少钱去交易。但是特斯拉它热呀，它这个火呀，现在股票一拆，回头参与的投机性的合法赌博的又变多了，对吧？特别是在期权层面。那么我们假设它因为最近一直很长时间都维持了2年、3年甚至4年的交易价格，我们假设往前推，它能够提前2年交易，那么2023年的合理价格是900附近，2024年的合理价格是1100附近。所以呢，这个观点我们没有变过。今天下跌 6.63%， 那么对于我的加仓计划来讲又进了一步。目前我的加仓依旧是这样，上次在900块钱减了一点仓，然后这一部分的滚动仓位如果激进的位置会在780到820块钱把它加回去，相当于做了一个 1% 的这个差价，这是纯粹差价的角度来考虑，所以才设置这个基金位置。如果我没有减仓，那么这个位置可能我都不会买，我会直接等到670到755所以呢，现在我把它分为了几档，第二档是670到755，会有一个 4% 的仓位等着它。如果市场后面出现更大的风险，指数出现更大的崩溃式的下跌，那么我计划后面还有一个410到460，也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讲过的合理的交易价格区间，还有一个 4% 等着它。至于它跌不跌得了那么远，我不知道，但是这是我给它预留的仓位，到了就买，没到就拉倒。如果不跌了，往上继续涨，上去以后继续该卖就卖。我的目标就是把我的持仓未来缓慢的全部成本都降到600块钱以下去。目前我只有 2% 的持仓的成本在 596.8， 算是勉强满足了符合之前的一个目标，但是并不理想，因为仓位并不多。后面如果能加到至少 6% 的仓位，能够在600块钱以下，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长线投资计划了。好，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到了周末了，还是预告一下周末的会员节目。本周我们继续来讲解一下，在8月1号到8月7号本周重要公司 Q2 财报后的2022年和2023年的前瞻估值，有前瞻估值的给前瞻估值，没有前瞻估值的包括一些成长股或者是负 EPS 的股票，我会给他们的数据大家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去知道它到底是增长的还是衰退的，还是说今年快明年慢，还是明年快今年慢等等通过这个规划你的这个长线投资计划。那么到了周日的时候会去更新 Rhino 答疑这个会员级别，在社区里边会发一个帖子，你去找到带有 QA 标志的帖子，这里边每天你都可以在里边提问，每天我都会抽时间在里边回答大家。好，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点赞转发，祝大家周末愉快，那咱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见。